晨光中，一行人戴着手铐脚镣，被连成一串艰难地行走着。这是通往罗马的必经之路——奥斯迪恩西斯大道。路两边高高的十字架上钉着殉难者，让人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奴隶商人在旁介绍，这就是以罗马为敌的下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一部大尺度的黄暴剧《将死之人》，又名《临终者》的第2集。上集讲到，一个努比亚家庭被迫沦为奴隶，他们被奴隶贩子送到罗马。一进城，夸梅就被迫与妹妹们分离了。妹妹们被送往奴隶市场，而夸梅和白色狮子一起被送到了决斗场。白色狮子引起了众人的好奇，狮子却只对夸梅耿耿于怀。巨大的罗马大决斗场让夸梅目瞪口呆，他从没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。成队的犹太奴隶正在运送着一筐一筐石料，这座建筑物还未完工，决斗士们正在训练。一个高大强壮有颈纹的家伙所向无敌，二皇子多米提安对这个巨人甚为满意。这时商人带来了新的一批决斗士，夸梅正在其中，但他相较其他人过于瘦小，训练官拒绝要他。商人赶紧撒谎说他杀过一头狮子，二皇子根本不信，随口喊来一个叫维果的壮汉陪他练练。两人被绑在一根绳子的两头，夸梅一点都不适应，2下就被对方放倒。夸梅倍感受辱，但他专心地模仿对方的动作，很快就把维果放倒了。这一下激怒了维果，夸梅不习惯用长剑，于是折断了木剑。维果也得到了一把短剑，但他依然不是夸梅的对手，败下阵来。这下令二皇子很没面子，他开口就骂夸梅就是北非的臭虫。夸梅也不管对方是什么皇子，上手就要打，被卫兵拉开了。二皇子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奴隶，他怒不可遏地决定买下他，咆哮着要亲眼看着他怎么死。孩子们的母亲卡拉紧随其后进了城，她来到集市，找到一家当铺，把自己珍藏的珍珠换成了钱，顺便打听了奴隶拍卖场的位置。没想到卖珍珠的过程被门口的小混混看在眼里，他刚走出门没多远，就被几个小混混堵在路上。对方人多势众，卡拉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绝望地看着对方抢走他所有的钱。老罗斯把3个安达鲁西亚小子和他们的马介绍给了战车之王斯高普斯。斯高普斯对这些马嗤之以鼻。男孩埃利亚不服气地争辩自己的马比斯高普斯所有的马都好，这让斯高普斯感到好笑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，于是他答应第2天套上战车跑一圈试试。这个好消息让哥3狂喜，同时对介绍人老罗斯感激不尽。老罗斯对这3个年轻人颇有好感，于是给他们介绍了一个既干净又便宜的住处，位于腓里纳尔山。特纳斯这个名字让3个年轻人印象深刻。而此时特纳斯正把斯高普斯的车辆维修师从床上抓了起来，利刃逼喉地询问他到底是谁指使他动的手脚。维修师哀求着，却压根没有打算说。看来这个幕后主使比特纳斯位高权重，既然问不出来，特纳斯决定了结他。没想到他的女儿冲出来说是个红发的小子，特纳斯饶了他父亲的命。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红发小子，在说明来意后，对方依然强装镇定地表示自己后台很硬。特纳斯更加确定自己的判断，于是威胁道，那就要看看此人是否会一直罩着你。说罢转身离开。随后他就来到了斯高普斯家，这个男人此刻正在床上左拥右抱，一看见特纳斯就问人杀了吗？特纳斯告诉他必须先搞定幕后主使，也就是多米提安王子。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斯高普斯，特纳斯告诉他多米提安嗜赌如命，他在罗马每个地下赌场都欠着账，但他不敢把这事儿告诉他的皇帝老爹。这正好是组建车队的关键一步，一个由皇子持股的车队，试问谁挡得住？第2天，斯高普斯如约来试驾安达鲁西亚马。埃利亚提醒不要用马鞭，马会跑得更好。斯高普斯不屑地拿起了鞭子，果然在鞭子下马儿跑得并不如意。在他收了鞭子后，马跑得跟飞起来一样快。
斯高普斯重金买下了他们所有的马，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些马。两个哥哥马上就同意了，但埃利亚表示反对，说好的卖了马筹到钱就回去养马的。哥哥们认为留下来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人物，于是不顾埃利亚的反对，接受了斯高普斯的条件，并表示会说服弟弟。斯高普斯兴冲冲地把好消息告诉了特纳斯，现在有马，有骑手，接下来一步就是钱。特纳斯马上起身，拿着赢来的蓝色股份来到了领主家。一个平民也赶来敲门，仆人脸色难看。领主正听到仆人汇报斯高普斯私自买马的事儿，怀疑自家这个赛手有了二心。忽然仆人来报有平民求见，领主刚要拒绝，却听说是关于蓝色股份的事儿，于是勉为其难地召见了。果然来者不善，特纳斯拿出股份，开口就要70万。领主刚想讨价还价，特纳斯马上涨到80万。他之所以那么有信心，完全是吃准了领主想成为蓝色最大的股东，而且领主只要说句不要，那特纳斯会马上拿着股份去找领主的死对头。就这么利用两个人的矛盾抬杠型涨价，最终领主以90万的高价买下了这些至关重要的股份。另一边，两个哥哥在努力说服弟弟埃利亚留下，忽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送信，三人赶紧起身赶到马场，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惊呆了。有了钱，就剩下最后一步，建立车队的批文。关键人物二皇子多米提安上场，特纳斯很快就来到二皇子眼前。二皇子狐疑地看着这个赌场老板，以为他是来要赌债的，结果特纳斯表示那些钱就当上税了，然后壮着胆子说自己知道下令在斯高普斯车上做手脚的是谁，以及食物暴动的幕后主使是谁。二皇子一听，马上面露凶相。特纳斯建议二皇子听完自己的话再杀自己不迟，然后直言自己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车队，有最佳的车手、最快的马、足够的钱，而且还有一个聪明的财务管家。这就差一个能够搞到批文的大股东。如果二皇子愿意加入，那么一半的股份、赌金、门票等等全都是其囊中之物，源源不断的钱财将大大改善二皇子的财务状况。多米提安看着眼前这个家伙，同意考虑一下，一脸傲慢地开口送客。对多米提安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是王位继承权。然而关键时刻来了，皇帝韦斯巴乡忽然召见两个儿子，当众宣布他的最终决定：军队是国之重器，所以征服耶路撒冷的大儿子提图斯成了皇位继承人。多米提安压抑着情绪，表面波澜不惊地表示会好好的辅佐哥哥，然后愤然离去。王位是没戏了。多米提安想到特纳斯的建议，此时特纳斯和斯高普斯正崩溃地看着马圈里的一地病马，手足无措。没想到后脚二皇子就亲临战车库，特纳斯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待，丢下斯高普斯和三个小子想办法。二皇子开口就要看马，特纳斯赶紧建议先来点美酒缓缓神，或者来几个男孩女孩提提神，不然明早让斯高普斯套上车跑2圈。二皇子完全不理会，直奔马圈而去。和斯高普斯打了个招呼，扭头就看到挂着的马。二皇子一脸诧异，埃利亚赶紧解释，这是西班牙的养马技术，跑累了就挂起来休息休息，其他的马都在牧场。大家捏着一把冷汗，看着埃利亚一通瞎扯。二皇子不懂装懂的信以为真。接下来二皇子就告诉两人，第5支队伍正式建立，自己秘密持股2/4，特纳斯和斯高普斯各持1/4，而且他授权特纳斯作为自己的代理人。既然是自己人了，就会得到自己的庇护。特纳斯瞬间感觉踏上了人生的巅峰，但眼前最重要的是救活这几匹马。经兽医检查，这些马是被喂食了茄类植物，引起了严重的胃绞痛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这些马只能等死了。特纳斯威胁所有人不准把马的事儿透露出去，否则自己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一下可把3个小子吓坏了。二哥建议大家一起逃跑，马死了他们肯定要找替罪羊，别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埃利亚不同意，他认为马还没有死，这时候跑了既不仗义也显得心虚。大哥也支持埃利亚。斯高普斯告诉特纳斯，还有一个冒险的办法是用火山灰，他曾见过别人用火山灰救活过中毒的马。
老罗斯反对，这种有毒的物质也可能加速马的死亡，但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斯考普斯决定亲自去庞贝挖，特纳斯让3兄弟中的大哥也跟着一起去，而他自己去打听是谁给马下了药。很快他就顺藤摸瓜地找到了线索，一顶金绿相间的豪华轿子里的神秘人。当他回到马圈时，马已经开始死去。特纳斯赶紧安排老罗斯去买几匹马，虽然好马都被4大派垄断着，但至少可以买几匹活的来暂时掩人耳目。和弟弟吵完一架后，二哥还是决定自己走，可是老天爷总是有自己的安排。当他回到旅馆拿行李时，在楼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女邻居。这一帮忙就坠入了爱河。被抢劫的卡拉尾随着抢劫自己的小混混们来到一个酒吧，趁他们喝得酩酊大醉，跟着那个领头的来到后街，趁其不备打晕了他，机智地拿回了被抢走的钱和物品。第二天，2个在广场上玩耍的孩子发现那个金绿相间的轿子，于是跑去报告了特纳斯。奴隶拍卖市场开始营业，卡拉站在人群中等待着赎回女儿们。当他看着女儿们被带出时，他志在必得。唱价开始，奴隶贩子介绍着每个奴隶的优点和价格。他拿着一个英国奴隶的厨艺开玩笑。金绿相间的豪华轿子也停在了拍卖场外，特纳斯尾随而来。当轮到卡拉的小女儿时，因为她的处女之身而价格大涨。卡拉努力竞价，但轿子里的女人忽然给出了3000的高价。特纳斯一眼看出，这正是蓝色领主的老婆安东尼亚夫人。卡拉没有那么多钱，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买走，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大女儿了。可没想到特纳斯一出价，奴隶贩子直接一锤定音，把女孩卖给了特纳斯。卡拉无法接受，一路央求特纳斯把女儿卖给自己，自己愿意出1倍的钱，但特纳斯毫无兴趣。当特纳斯把女孩带回家，卡拉就敲开了他的门。卡拉想不通女儿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为何非她不可。特纳斯坦言，因为自己想通过这对姐妹来监视轿子里的女人。母亲卡拉马上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条件是当这件事完成的时候，自己可以赎回女儿。特纳斯接受了，而且还善意地给母女俩安排了单独的房间。终于团圆的母女俩心怀感激。卡拉的儿子夸梅在决斗士学校和维果不打不相识，两人成了患难之交。维果认为自己迟早会死在大块头静文的手里，他希望和夸梅互通有无，用自己的格斗技巧交换夸梅的狩猎技巧。狩猎中不乏和猛兽搏斗的技巧，也许可以帮助他战胜大块头也说不定，最终获得那把象征自由的木质鲁迪斯之剑，得以永远离开竞技场，成为自由民。自由，夸梅当然想得到自由，有了自由就可以出去救妹妹们，还可以杀死那个出言侮辱的皇子。好的，本集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在故事的开头埋下了一个伏笔，特纳斯利用赌场攒了1金库的财富，但他严重缺乏安全感，巨大的不安包围着他，似乎是来自儿时的一场火灾。还有那个藏在黑暗街角鬼鬼祟祟的灰白胡子男人，本集对这个人和那场火灾都没有再做交代，想必会是后面的一个重要剧情。本剧的主角伊万·瑞恩的表演很不错，在《冰与火之歌》中扮演小剥皮时真是让人恨得牙痒，完全是与乔弗里并驾齐驱的巅峰级恶人。而在本剧里，对特纳斯的表演让人觉得他既正义狡猾又不失善良，越看越是圈粉。他的长相真是戏太足了，眼睛一瞪就感觉小剥皮上身，狠劲儿又来了，嘴一咧马上就变成一个憨态可掬的邻家大哥。其实伊万·瑞恩本人也是一名历史爱好者，他对参演本剧也是充满了热情，让我们对他后面的表现拭目以待。本剧中的赛车之星斯科普斯在历史上还真的有记载，他出生在古老的伊比利亚，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。据说从小他就对马表现出惊人的天赋，他很年轻就踏上了战车比赛的竞技场，而且名声远播，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中，他一共赢得了2048场比赛，非常惊人的2048场。
但遗憾的是，他在27岁那年，在一场比赛中遭遇了致命的事故，英年早逝。但他最终成为古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战车手，也成为勇气和荣誉的象征。好的，本集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